這是我的盆栽葡萄，一個小小的盆就能結這麼多果子啊。今天呢，我以一棵小苗為例，來手把手的教大家打造出2種省空間又豐產的樹型。我會從盆土、水肥到最後怎麼讓它結這麼多的果子，還有架子怎麼制作，都告訴大家。第一個就是配土，配土呢，我先帶着大家去換一下土，給大家看一下之前我是用的什麼土壤種植的，然后現在呢用了多大的盆，還有怎麼去配土的。配土呢主要分為3個階段。第一個階段就是小苗階段，也就是開春定植的時候。這棵盆栽葡萄是去年開春大概3月左右定植。第一次定植的時候，大概用了1加侖左右的盆。那時候呢，我沒有打算用太大的盆，因為用太大的盆，後面有可能會出現營養生長的情況。第一次配土呢，相對比較疏鬆透氣，我希望它的根系快速生長起來，然後後期呢再去做合理的養護。第二次換盆土呢，我換了大概這樣的3加侖左右大小的盆。第二次配土呢，我用的就是田園土了，基本上也沒有加什麼顆粒，這樣去種植的。第二次主要就是限制它的生長，我們不希望它長得太大，後期很難打造出这樣的省空間又豐產的造型。第三次換土呢，也就是這個時候，第2年開春的時候了。那這個時候我用的是什麼土呢？大家可以看到，我用的是自己堆肥的一些田園土，然後土裡面是一些稻殼，然後一些粗椰殼之類的。粗椰殼呢，既能透氣又能保水。然後第2次換的盆呢，也不是很大，大概6加侖左右。當然，你也可以用更加小一點的盆也是可以的，我們限根生長就行了。我们可以把盆这樣給它放下去，壓一下，然後它下面就會出現一個凹槽，等會放進去就行了。接着呢，把苗從盆裡面給它取出來，然後把根系給它簡單的打散一下，然後把它放到新的盆土裡面。好，就這樣給它放下去，然後填滿土就行了。那定植呢，就這樣定植好了。那接下來呢，我以這棵苗為例，給大家具體的講講怎麼做成省空間盤旋的造型。那省空間盤旋的造型，第一呢，我們就是先要有3根這樣的不鏽鋼管或者竹子之類的，然後插在3個不同的方向。插這個不鏽鋼管的時候，大家可以注意一下，可以像我這樣斜斜的插。斜斜的插的話，它後續上半部分的圈就會越來越大。我們可以做成2圈或者是3圈盤旋的，這個大家可以根據你的不鏽鋼管的長度，還有呢留的覆蔓的長短和多少來決定。那這個呢，我準備做的稍微短一點，剪一段不鏽鋼絲下來。然後這個不鏽鋼絲呢，我們用電工膠布或者其他的給它這樣固定一下。也有專門的連接器，接着試一下大概要多高的距離，然後大概在這個連接的地方，我們也用電工膠布給它粘一下，粘了以後，後續的這個不鏽鋼絲就不會往下滑了。這樣怎麼拽都不會往下滑的。在第1年定制裸根苗的時候，開春萌芽時，我們就要考慮好留多少個芽了。如果做成盤旋，或者是多桿立體向上的，那我一般建議大家保留2到3個不同方向健壯的芽，作為後面的主蔓。然後主蔓上面的這些小的副梢，盡量去給它修剪一下。後期呢，再做一定的捆綁，還有修剪，後續做成這樣的盤旋造型的。接着呢，就是把這個枝條給它盤旋的綁起來。盤旋的時候，盡量把這些芽點朝外，後續呢，它的果子就一串一串的往外掛。當然呢，你也可以升級一下，做成3層的也可以的。3層呢，盆稍微大一點，然後後期呢，合理的追肥。第2種樹型呢，那當然就是直立的。直立呢也有2種，第1種呢就是像這樣的單主蔓向上的。单主蔓向上呢，針對於第1年它的冬芽分化的好，不去保留很多覆蔓的情況是可以。如果你追求極致的豐產，也可以做成多主蔓立體向上的，就像我視頻裡面的這個造型。
多組蔓呢，其實就是在小苗的時候，我們保留3到4個蔓，然後後續大了，沿着不同的方向去給它做捆綁，這樣可以保證幾個面都有果子吃。那後續的產量也是非常大的。做成單組蔓呢，我們還需要现在對它進行一定的修剪，就是把它的這些副梢上面的這些枝條給它修剪一下，保留1到2個冬芽就行了。這樣的立體造型的2種不同的方式都給大家講完了。那想讓它多結果，當然離不開合體的追肥。這個時候，葡萄呢要開始進入傷牛期了，也就是它要開始萌芽了。這個時候，它的花芽就會完成最後一次裸株分化，會形成一個一個小的葡萄穗。那這個時候，我們一樣的要保證土壤裡面有足夠多的磷元素，還要保證有足夠多的盆肥，也就是微量元素肥。有足夠多的盆肥，它的维管束形成的好。那自然后期它的果穗就會形成的好，然後後期的果子就會結得好。好了，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了，我們下次再見。